什么事儿？小明，你去劝劝宣言好不好？你让他去跟董事长低个头道个歉，我相信董事长是愿意跟他认认真真谈的。这个合作我们还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路走绝了，好不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还能为宣言做的事情了。这件事情今天不说，明天再说吧。董事长随时会采取行动的，到时候一旦撕破脸，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懂吗？你个董事长很了不起吗？他给你下了迷魂药了，你离了他活不了吗？郑不会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你不知道吗？欣然，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呀？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你凭着穿着高跟鞋噔噔噔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我很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小敏，你不了解我，我没得选。你是没得选，还是舍不得大雅斋总经理的位置？小敏，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家都散了，我没有学历，没有资源，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够带在身边。在我最难的时候，是郑国辉给了我口饭吃，就这份情，我得记一辈子。你让我怎么选？还有这个公司，它是我多少个晚上没有合眼，是我欣然从废墟里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是我欣然从无到有的底气。只有这份事业，才让我的人生觉得有价值。失去掉这些，我就一无所有了，你懂吗？既然你没必要在那一棵树上吊死，到我厂子里来，总经理、董事长随你挑。我的厂子虽然土了点儿，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改造，好吗？小敏，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好。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不在乎，我在乎。你是那个天塌下来都可以替我去扛着的那个男人。但是我现在是桃花镇的罪人，我在这个时候我去了你的厂子，别人会怎么想你？我告诉你，小明，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无地自容的。你听我一句劝，你去劝劝宣言。这个官司他打不赢，到时候桃花镇整个宣纸产业都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我也没有脸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算我求你。欣然，欣然。彭书记，怎么啦？还没放下呢？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如果我不把宣言和欣冉逼那么紧的话，宣言就不会那么快建立合作社。他多少还是受我的影响的。如果我能耐下心来，劝宣言去跟大雅斋多谈几次，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作为政府，一定要注意站位、站位、站位，做好我们的辅助引导工作，不是包打天下，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解决的。对，说白了，其实就是很多事情有它的两面性。好多事情吧，你觉得是好事儿，走到最后，
未必是好事儿。有些事情吧，觉得是特别困难的，哎，它走着走着，突然就柳暗花明了。就像我们的宣纸市场这2年确实经济下行，状况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的创造自己的内动生产力，啊，那个万年红对联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呀。还有我们的好多企业家，像方广平啊、任继业，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在努力的进行探索。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做好服务、监督、引导，而不是过度的去干预他们，对吧？明白。这个本子不错。哎，张副总，做了多少样本？目前做了15份，在等市场反馈。你这边继续跟进，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尽快把反馈告诉我。关于产品的质量和目标人群的定位，和对方交代清楚了。欣姐，我看这个娃娃也不错，说不定能够获得儿童市场的喜欢呢。张总，秦总忙着呢。有事儿？李密前段时间送来集团的新合同看了吧？看了，我还要再考虑考虑。给股份，还是你为集团的副总这么好的条件，考虑什么呀？考虑能不能胜任嘛？好，好，好，特别好。那我就提醒一句啊，董事长那边可等着呢。再见。欣姐，怎么还是杨虎给坏了？要不，我们把他偷卖纸毛的事儿给揭发了吧？没用的，董事长身边需要他这么样一个人，不会在乎他那点毛病的。集团副总，还给股份，这么丰厚的待遇，董事长可不是随便给的，你怎么还犹豫啊？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我呢？这，我还真没想过。这个合同，你可以理解成为一次交易，也可以理解为收买。他现在是在怕我坏他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儿？他在这个时候给我合同，说明董事长已经对宣言动手了。宣言？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自诞生以来就承载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笔墨春秋。古人云：“车马慢，纸短情长。”这句话恰恰地点明了当今的时代痛点，也就是说，如何在快时代中寻求慢生活的自我表达。我们的宣纸文创，既迎合了当下受众的情绪需求，又结合了传统宣纸文化的传播，把非遗从博物馆给走出来，走进。我看今天风投公司来了这么多，这是要将我们业务打进呢。有趣，现在潮玩市场这么无聊老旧，打破这个学会的都属于他们年轻人用途功能，打造好好学着全新的无限可能。而线下的销售模式可以更好地让消费者从国潮文创中获取更多对于传统文化的溯源，在获取个人情绪满足的同时，又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非遗从谆谆教诲的长辈变成可以陪着你宣泄情绪的朋友。谢谢。那么我们的计划呢，是要在2、3线城市铺开我们的线下销售模式。宣言先生是吗？是我，怎么了？你好，宣言先生。嗯，我是深圳商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受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郑国辉先生委托，就你个人以及桃花镇宣纸文创产品合作社擅自使用我司产品设计专利一案，我们已经向宣城市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不是，这样这怎么回事？哎呀，还欠什么钱啊？我们把钱都投给咱不能停啊！这人怎么回事？哎呀，这咱刚开侵权的问题啊！律师都来了，这问题还有点严重呢。怎么回事啊？肯定有。晚几天行吗？我们马上要起诉大雅斋恶意抢注，等结果出了，我们再跟大家说吧。这不可能，我们已经接到了大雅斋的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就必须要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来之前啊，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负面影响，所以今天特地请彭书记和你们一起商量一下，务必要把这个事儿妥善的处理好。是这样，本来确实是应该请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们挨家挨户的去通知，这不考虑到大家接手起来，所以肖会长还是希望你能出面，这样我们把事情的这个矛盾点啊控制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明白，王书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一开始啊，是我鼓励大家干的，大家现在的兴头啊都已经起来了。这要是一说不干，是吧？肖会长，我跟你一起去。你说不出口，我来说。不，我不能去。你要去了，大家情绪激动的话，那是控制不了啊。总是要去的呀，你事情不解决啊？对，依然，你陪着肖会长去，我们也得有我们的态度。好。30多万，你让我拿什么还呢？是啊，我们也借了，钱都是借的呀。是啊，我们都是借的，都一样。是啊，我们都是借的呀。怎么搞啊？版权专利偷偷被人注册了都不晓得，你们干什么吃的？就是啊。对啊，你们干什么吃的？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对不住大家。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气，这样你们都冲我仨，我受着，好吧？冲你仨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呢？冲你受着，他解决问题嘛。雷主任，这郑国辉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儿啊！我就不停工，我看他能怎么着？对，不能停工，就不停工，坚决不能停工。对，就不停工，停工能行吗？好了，事情不是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吗？可是这么多钱，宣言现在正在去找律师，我们马上就要正式起诉大雅斋了。大家放心啊，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那版权和专利都夺回来。对，一定要夺回来，必须给他夺回来，不行，夺回来之后我们才能开工。不行，告大雅斋，就告他。你们急，我比你们更急。于公，我是协会的会长；于私，我还是合作社的大股东。但是再着急，那大事儿也不能犯糊涂，是吧？我再说一遍啊，官司结果出来之前，必须停工。二虎，停工，听好啊，必须停工。我们停工什么？对呀，停工是不停工那就违法了。王律师，这些都是我的设计稿，从最初简单的想法到逐步成型的定稿，都在里面了。有这些东西在，以我经验，胜诉应该没问题。这么有把握？没把握能胡说？我从业26年，版权专利的案子办了没有1000也有800，真正输掉的没有几个，都是客户转介绍。全是这类案子。我看到你准备这么充分呀，心里就有底了。别说你准备的这么充分，就算是证据不充分，我都帮他打赢了。哎呀，这感情好啊，那就拜托了啊。放心，交给我。这王律师说他有100%的把握啊，有100%的把握还不好吗？我不是质疑王律师的专业水平，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万一要是出现不测的话，后果很严重的。你要不要多问几个律师，综合考量一下？今天我跑了3家，有2家告诉我他没把握，只有王律师一个人跟我讲他有100%把握。你们告诉我，我选谁？学员，
版权专利的官司啊，我没接触过，所以我跟林主任担心的是一样的。这个王律师说胜诉没问题，他就是太有把握了，所以我们才心里没底儿。不过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尊重你，人选你来定，但是有一点你要跟他说清楚，如果你定他了，官司打赢了才能付律师费。知道了，我明白，你们都担心我，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已经选择他了，就应该相信他。怎么了？还在担心我？别想那么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爸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命运只有自己掌握才可以的这些所谓的大人道理。我最近也在反思我自己，为什么我一遇到问题，一遇到困难，我就是会情绪崩溃。现在我明白了，我害怕失败后的那种失去感。大家都说我拼命，我是在拼命的给自己找那份安全感。人生嘛，总是充满未知的。不过不管是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它都是新鲜的，对吗？对。好了，从今以后啊，你要学着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我陪着你啊。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反正不管发生是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一起努力，让宣芷变得年轻。让宣芷变得年轻。宣言找的那个律师，说的也许是对的，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我只是觉得咱们不能低估了郑国辉那个人，毕竟在商场打拼了几十年，不简单呀。唐书记这么一说呀，还真是，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辉干，都是千年的老狐狸了。廖主任，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悲观一点吧，咱们可能少犯错误。还是得乐观，这乐观咱们才能走得远嘛。吃饭呀，你们干嘛呢？不饿。刚说要乐观，连饭都不吃，算什么乐观呀？哎，愣着干啥？打饭去呀！我去打饭，我去打饭，我去。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轩辕能够面对。他之前也说过，说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允许一切事情的不完美。我当时还不理解呢，我现在理解了。我当时啊，只顾着着急把合作社搞起来。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忘掉过去，放眼未来。赶紧问问宣言，未来的纸龙舟什么时候给我弄啊？哎，那倒是啊，这纸龙舟的事儿得抓紧了，要不然咱们这廖主任头发都得急白。哎呀，纸龙舟造不出来，我看。我也不要演王伦了，那你演什么呀？我给你们演一个屈原投江，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至死不可让，愿勿爱惜。来了，哎，谢谢。吃饱了饭，轻装上阵，放下包袱。好，大口吃。这就对了。你爷爷讲过，一次入宫门，9牛8不出。就是说，你进了衙门呢，胜负就难料。
所以说，能饶人处且饶人，能低头处且低头，这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妈，你看，我爸这都活得这么通透了啊！那爸，我问你，你跟红警长能低头吗？啊？爷俩一个脾气，倔。轩辕，啊，你爸跟你说的话，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一定要小心。担着这么大干系呢。放心吧，知道着呢。哎，那律师没说这官司到底怎么打呀？反正现在呢，我是把我的所有的设计稿件都交给他了，这就能证明我这个所有的设计脉络是完整的。那就好。我问你，你搞的那个设计，有没有腰伤出院之后捞的纸啊？那肯定有，你之前那批我不都卖了吗？那是我自己亲自捞的纸。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案文，写着“宣永年制”4个字。对，我记着呢。当时你爸捞的时候，我还说呢，都绝版了，还捞什么呀？又卖不出去，有这事儿？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设计稿用了您的这批纸的话，那上面的案文就可以成为证券。你去找找看。对，我现在去找找看。你吃完饭再去。没事，你们吃，我去这就回去看看。这孩子，你终于说了句有用的话。但愿有用啊，但愿有用。还好老爷子有这一手。我想先向法官做一个必要的解释。任何设计从最初的灵感，到过程的修改，直至最终定稿，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原告轩辕先生提供了全套的设计过程资料，这是我方当事人轩辕先生关于产品设计的原始手稿。这些手稿设计思路的连贯性、设计理念的统一性，以及创作过程中的草图，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是该项设计的真实权利人。我真正想表明的是，如果双方争议的设计手稿真的是由被告方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么被告方也应当有整个设计过程的痕迹。我方也有完整的全套材料，足以证明我们每一款产品从创意、设计以及到创作的全过程，都是由我方独立完成。我只给过他们定稿，这些材料哪儿来的？郑国辉这个王八蛋，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这个郑总心机挺深的呀，作家还做全套的。审判长，原告方请求我方证人上庭作证。看来对方准备的非常充分，应该是真假难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对我们就非常不利了。王律师，
要不要现在把纸上暗纹的事收上？行。法官，我方有其他的证据需要补充。法官，请注意一下，现在你手中拿的这张印有宣永年制水印的宣纸，和大雅斋向你提供的原始专利申请稿拥有同样的水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水印上的名字宣永年，正是原告轩辕先生的父亲。宣永年先生手工宣纸国家非遗传承人，在1年半以前便不再造纸，印有其名字的宣纸是属于收藏款，从未在市场上流通过。所以我方想请法官注意一个细节：原告轩辕先生关于宣宝文创系列的原始稿件，均是采用这种特殊的纸张。如果被告方提供的设计原稿上也有这种宣家专属的水印，那就充分证明被告方提供的专利申请稿是原告轩辕先生的原始设计稿。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同样的纸，并不能充分证明纸上的作品属于同一个人。宣家是造纸世家，纸的品质毋庸置疑。我们的设计师出于对作品的负责、重视，所以也用了同样的纸，这有什么问题吗？关键是这种纸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售过。怎么证明？就算没有对外出售，那有没有过赠与、交流、交换？那你又怎么证明啊？你们有我们的纸。法官，原告这是在混淆视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7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方设计稿上印有水印，是独一无二的孤品，且没有对外销售，原告方应该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否则不应作为证据被法庭所采纳。原告、被告，你们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证据没有？还有吗？暂时休庭，稍后宣判。判决如下：请起立。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专利权属纠纷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本案中，原告方的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观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轩辕先生，不好意思，轩辕先生，这样我们回去都想想办法，争取尽快提起上诉，然后呢，这样争取2审的时候就会转机。2审还敢找你啊？你不是有100%的把握吗？我本来是有100%把握的，只是我没想到。行了，王律师，别说了，赶紧回去吧。还是担心你呀。我说咱们这次也没新的证据，你这样去别担心啊，艾玛呀给我找的这个律师算是京城顶尖的了，行不行呢？都要见面聊一下。那你快去快回，记着，无论结果如何，你别自己一个人承担，我们陪你。知道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啊！我记。哎呦，我还回来呢，跟我不回来似的，赶紧的回去了啊！走了啊！等你啊！走了啊！有事发消息。知道了，走了。这多亏这家伙！
林依然已经到北京了，马上见律师。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我家待着啊。你等林依然不行，还是去看一看。在这待着，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啊，就在这儿待着。还有，师娘也给我打电话了，你家也不能回。万一林依然找那律师也不管用，我还能躲你这儿躲一辈子吗？现在全镇的人都在找你，那人一急了就跟疯狗一样，汪汪乱叫，汪汪乱咬。那我更得跟他们解释解释去。哎，你给我站住！哎，别拦我！劲儿都用在我身上了。站好，在这儿待着。我都说了，人家都在气头上，你能不能不给我惹事儿啊？你想当英雄好汉，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呀，小祖宗？你要是真想走，在我这待一晚上，明天再走。我建议和解。这些专利真的都是我们的，是对方恶意抢注，并且资料造假。是，没错。但上了法庭是要讲证据的啊！你说对方恶意抢注、资料造假，可现在对方的证据链也很完整，足以支撑他的诉讼请求。除非你能找到新的证据来打碎他的证据链条。方律师，你是这方面大拿，这个审判结果有没有可能推翻？目前看来是没有可能的。和解是减少损失的最好方法。当然了，这个结果在你们看来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在我看来很正常。正义嘛，它不会缺席，但有可能会迟到。那有多少人都是死在了正义迟到的路上？平时提前利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有多么的重要。谢谢你啊，明哥，这北京的律师都这么说了，难道这回真没办法了吗？就是，这怎么弄？这不彻底完了吗？会长，这事是您跟宣言一起张罗的，您得想想办法呀。没有进项，我是利息都还不上，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我可。哎呀，文明哥，你是会长，你不管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从头再来。啊！从头再来！不是你这怎么成功？事情都到这一步了，再难我们也不能缴械投降，对吧？那是。宣宝这么的火，不还是宣言设计出来的吗？只要有宣言在，那就能设计出任宝宝、宋宝宝、郭宝宝，还有王宝宝，是吧？迟早会把大雅家给打趴下的。那肯定说的也对呀。哎，这宣言是第一大股东，他怎么都不露面啊？不管怎么样，给咱个说法呀！不是宣言不露面，是我不敢让他来啊！你就看你们这样的啊，一个个都沉不出去，尤其像你这样的，再把人给打了，是不是？不能，老肖，你看你刚才说的吧，也不能都代表宣言吧？是不是？文创这玩意儿，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懂的。对呀，不懂。能不能这样？你把他找过来，给我们讲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是不是？即便是要从头开始，咱们也得听听宣言到底是咋想的，不是？对，你打电话给他打个电话，别打个电话，给他打个电话，你给打个电话。哎，我把他叫来可以啊，咱们事先说好，谁都不能急眼，有事好好说。放心。宣言。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估计现在睡觉呢。这样，我回去叫他。大不了是从头再来。宣言，宣言，我玩藏猫猫。事情有转机了。宣言，我们要洗心革面，从头再来了。宣言，宣言。
天都阴了，这啥时候回来？不来呀！啊！这一会儿下雨咋整啊？哎，宣言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会长哥回来了！哎，终于回来了哈！哎呀，终于回来了！会长来吧！宣言呢？啊，人呢？人呢？跑了？人呢？我没找到宣言，他是不是跑了？他没跑，他怎么能跑呢？不是你没跑，人呢？这人哪儿去了？就是的，我不知道，我这联系不上他。那跑了就是跑了，你实话实说，你这把我们当3岁小孩糊弄吗？从最开始你就糊弄我们，你们糊弄我们已经够多了，我都发誓了，我都说我不急眼了。我们现在就想听点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我没骗你们，我怎么可能骗你们呢？完了！人都跑了，咱干个屁呀！都回各家，洗洗睡，走了。哎，姐，要我说就有问题，你知道吧？不靠谱了，都回去等消息吧啊！骗子都是骗子，哎，走了。回去等消息啊！老肖啊，我真的希望这件事你没有骗我们，啊？哎，王天，民哥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民哥，你别着急啊，再等等，肯定会有办法的。民哥，你别着急，宣言找不着了，不还有我二虎吗？啊！走来，老公，你别摔我，别摔我呀！别摔我，别摔我！老公，还过什么过呀？什么情况啊？火灭了吗？啊，你放心，都灭了。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啊？在燃烧自己家厂子呀？我不想活了，我们家的厂子没了。我们镇上和协会已经在想办法了，现在还没到绝路的时候呢。这就算到了绝路，我们也会给大家冲出一条路。我们和肖会长还有宣言，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老宋，以后不能再这样，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不许有啥事儿，我家的钱都没了，我家还欠好多钱，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少阿姨，哎呀，这么想，咱不得想办法嘛，想办法啊！有招租的给我打电话吧。行。好，您慢点。还没回来啊？宣言在宣宝上倾注了所有心血，突然专利就变成别人的了。小明哥，你说他不会出事儿吧？你觉得他会出什么事儿？他这个人呐，就算是世界末日了，他也在想怎么把世界恢复成原样。他可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人。生活如墨，无难无常，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受千年，靠的是人性。做人也一样，痛一关，苦一关，难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但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学员不在，后面的工作我们也没法安排，所以现在解决问题的最关键还是他。但是他没回来之前，我们的心可不能乱，我们一定要挺住。对，得挺住。不是你说这王八蛋还说为我遮风挡雨呢，一出事人先没了。好了，他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走，干饭去，吃饱饭
加油干！丁总，没打扰您吧？也没别的事儿啊，就还是董事长那边啊，就希望您能赶紧把合同字儿签了，千万不要让我为难。我手里边还有点事情，签完了我会让雨晴给你送过去的。哦。其实咱俩呢共事也挺长时间了，有2句推心置腹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一张薄薄的宣纸，承载千年的底蕴，祖辈传承着记忆，一脉金揣一成息。淡淡墨香飘江南，千年古镇有灵气。那人那方那工艺，留下多少传奇？这山水灵气，有多少故事？只此代情侣，养育着土地，养育着土地。一张薄薄的宣纸，承载千年的底蕴，祖辈传承着记忆，一脉金揣一成息。纸上阡陌写丹青，方寸之间有真气。愿以世间多风